算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收集。血无影收起布袋，转身跟在魔魂大军后面，朝着噬魂尊追去的方向赶去。陈平与无双二老激战了数十回合，渐渐感到灵力不支，他的手臂开始发酸，额头布满了汗水，斩龙剑上的金色光芒也暗淡了几分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发现修士们已经逃远，心中松了一口气，该走了。陈平虚晃一招，斩龙剑朝着左侧老者的面门劈去，老者急忙回剑抵挡，陈平趁机转身，朝着与修士们相反的方向跑去，很快就消失在山林之中。无双二老想要追击，却被陈平留下的几道金色剑光挡住。等剑光消散，陈平早已没了踪影。算了，先去追尊主。右侧的老者说道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朝着噬魂尊追去的方向赶去。此时的噬魂尊骑着雄狮，似踢踏的山石崩裂，眼中凶光死死锁着前方踉跄奔逃的吴昊。嘶吼声在山谷间回荡，吴昊，把祭祀宝典留下，本座可饶你魂飞魄散之苦。吴昊肩头的伤口还在淌血，每一次奔逃都牵扯着断裂的经脉，剧痛让他眼前发黑。可他攥着怀中的金色宝盒，这是六重天最后的希望，绝不能落入魔手。他拼尽最后一丝灵力，脚下速度又快了几分，可身后的魔气却如影随形，那股阴冷的杀意几乎要将他的魂魄冻结。敬酒不吃罚酒。噬魂尊见吴昊不肯束手就擒，眼中杀意暴涨，右手猛地一扬，一道漆黑如墨的魔气凝成利爪，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响，直扑吴昊后心。吴昊只觉后颈一凉，想要闪避却已来不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金色剑光突然从鞋子里劈出，当的一声脆响，硬生生将魔气利爪劈散。陈平手持斩龙剑，身形如电般落在吴昊身旁，脸色凝重，国主，我来断后，你快走。陈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吴昊又惊又喜，随即又涌上绝望，不行，魔魂太多了，我们根本走不掉。此时无双二老已带着数十名魔魂精锐围了上来，黑色的魔气在他们周身翻涌，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包围圈。噬魂尊骑着雄狮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二人，嘴角勾起残忍的笑，既然都来了，就别想着走了。今日本座便让你们两个为祭祀宝典陪葬。话音未落，无双二老同时挥剑，两道凌厉的剑气交织成网，朝着陈平和吴昊照来。陈平将吴昊护在身后，斩龙剑舞成一团金光，硬生生挡下剑气，可剑上传来的巨力还是让他后退了2步，虎口隐隐作痛。魔魂精锐趁机扑上，骨刃寒光闪烁，直刺二人要害。陈平一边抵挡魔魂的攻击，一边留意着吴昊的伤势。见吴昊脸色惨白，气息越来越微弱，他心中一急，再这样耗下去，别说保护吴昊，就连自己都要陷在这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周身金色灵力暴涨，同时掌心泛起淡淡的灰色光芒，时间本源之力悄然运转。在时间之力的作用下，魔魂们的动作骤然变慢，无双二老的剑气也失去了之前的迅捷。陈平抓住这个机会，一把背起吴昊，转身朝着山林深处冲去。噬魂尊，有本事就来追！噬魂尊见状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厉声喝道：给我追！就算把整个6重天翻过来，也要把他们抓回来。说着，他率先追了上去，雄狮的蹄声震得山林震颤，魔魂大军紧随其后，黑色的洪流在林间蔓延。陈平背着吴昊在山林中拼命奔逃，可吴昊的伤势实在太重，鲜血不断从伤口渗出，染湿了陈平的衣襟，连带着他的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。身后的魔魂大军越来越近，阴冷的魔气几乎要将他们吞噬。陈平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吴昊趴在陈平背上，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。魔魂太多了，我们逃不掉的。陈平咬紧牙关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别气馁，我们能逃掉的。没用的。吴昊轻轻摇了摇头，
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陈平，你听我说，祭祀宝典不能落入魔修手中，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。他挣扎着从怀中掏出金色宝盒，递到陈平面前。等会儿我喊跑，你就朝着东边的山谷冲，我会把宝典扔出去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不行，陈平立刻拒绝，祭司宝典被那尸魂尊得到，6重天就完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吴昊打断他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活下去，活下去才有机会夺回宝典，拯救6重天。此时噬魂尊已经追了上来，黑色的魔气凝成巨手，再次朝着2人抓来。吴昊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突然大喊：陈平，跑！话音未落，他猛地将金色宝盒朝着相反方向扔了出去。宝盒在空中划过一道金色的弧线，落在不远处的空地上，发出啪的一声轻响。祭祀宝典。噬魂尊看到宝盒，眼中瞬间爆发出贪婪的光芒，哪里还顾得上追陈平和吴昊，立刻翻身跳下雄狮，快步朝着宝盒跑去。无双二老和魔魂大军也被宝盒吸引，纷纷围了上去，包围圈瞬间出现了一个缺口。就是现在，陈平心中一紧，趁着魔魂们注意力分散的瞬间，背着吴昊拼尽全力朝着东边的山谷冲去。风声在耳边呼啸，身后传来噬魂尊打开宝盒的大笑声，那笑声刺耳又狂妄，让陈平的拳头攥得更紧。2人一路奔逃，直到再也听不到身后的追兵声，才敢停下脚步。陈平将吴昊放在一棵大树下，自己也瘫坐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而此时的噬魂尊骑着雄狮，双手将祭祀宝典护在怀中，金色宝盒的光芒透过指缝渗出，却被他周身翻涌的魔气死死裹住，仿佛连这神圣之光都要被染成漆黑。他已经无暇顾及陈平和吴昊，现在祭祀宝典到手，他必须要尽快放出被镇压在神都的魔魂。在噬魂尊身后的魔魂大军如黑色洪流般紧随其后，所过之处，神都街道上残存的神国符文纷纷暗淡碎裂，原本庄严的宫墙爬满了幽紫的魔纹，空气中的血腥味与腐臭味越来越浓。尊主，前面就是九幽渊入口了。无双二老中左侧的老者快步上前，指着前方一处被巨石封堵的深谷，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狂热。那巨石上刻满了神国先祖留下的镇魔符文，金色光芒虽已微弱，却仍在顽强地抵抗着魔气侵蚀。噬魂尊勒住雄狮缰绳，空洞的眼窝扫过巨石，嘴角勾起一抹阴笑。当年神国先祖费尽心机用巨石封堵，还想用符文掩盖，真是可笑。今日本座便让这九幽渊下的10万魔魂重见天日。他翻身跳下雄狮，捧着祭祀宝典走到巨石前，指尖划过宝盒上的古老纹路。噬魂尊口中念念有词，黑色魔气如同活物般缠绕上宝盒，与盒身的金色光芒激烈碰撞。滋滋声中，宝典书页自动翻开，一行行金色古字从书中飞出，在空中凝结成一道巨大的符文，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神圣威压。破！噬魂尊厉声暴喝，右手猛地将祭祀宝典按向巨石，金色符文瞬间与巨石上的镇魔符文相撞，两种力量交织的瞬间，整个神都剧烈震颤起来，地面裂开一道道深沟，碎石如同雨点般落下，巨石上的镇魔符文开始扭曲碎裂，金色光芒一点点被黑色魔气吞噬。片刻后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巨石轰然崩裂，露出下方深不见底的九幽渊。一股刺骨的寒气从渊底喷涌而出，伴随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，那是被镇压了万年的魔魂在躁动。噬魂尊低头看向渊底，只见一道巨大的金色光罩悬浮在九幽渊中央，光罩上布满了上古符文，无数黑色的影子在光罩内疯狂冲撞，每一次撞击都让光罩剧烈波动，金色光芒也随之暗淡一分。就是这道封印！右侧的无双老者激动地喊道。
当年神国先祖耗尽心血才布下这道封印，只要破了它，10万魔魂就能全部出来。噬魂尊冷笑一声，再次举起祭祀宝典。这一次他不再压制宝典的力量，金色光芒如同烈日般爆发，照亮了整个九幽渊。宝典中的古字纷纷飞出，如同金色的利剑般射向金色光照。每一个古字落在光照上，光照上的上古符文就会暗淡一分，裂缝也随之蔓延。以无噬魂尊之名，借祭祀宝典之力，解开封印，释放魔魂。噬魂尊的声音在九幽渊中回荡，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。随着最后一个古字落在光照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金色光照瞬间布满裂痕，紧接着轰然碎裂。一股更加浓烈的寒气和魔气从渊底喷涌而出，无数黑色的魔魂如同潮水般从渊底涌出，嘶吼着冲向天空。1万、2万、5万，无双二老中的左侧老者数着魔魂的数量，声音越来越激动。尊主，已经有5万魔魂了，还有更多的魔魂再出来。最先冲出的魔魂体型庞大，浑身覆盖着骨刺，双眼如同血色灯笼，口中獠牙外露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杀意。他们落地后，对着噬魂尊单膝跪地，声音沙哑而恭敬：“参见尊主。”噬魂尊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眼中满是得意：“起来吧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本座的麾下，随本座踏平6重天，让所有修士都臣服在本座脚下。”遵命！魔魂们齐声呐喊，声音震得九幽渊都在颤抖。紧接着，更多的魔魂从渊底涌出，有的魔魂手持古杖，能释放出诡异的诅咒；有的魔魂身形矫健，如同鬼魅般穿梭；还有的魔魂体型娇小，却能悄无声息地潜入修士体内，吞噬魂魄。黑色的魔魂源源不断地涌出，很快就布满了整个九幽渊上空，然后朝着神都各处扩散。当第10万只魔魂从渊底飞出时，整个神都彻底被黑色笼罩。这只魔魂与其他魔魂不同，它浑身散发着金色的魔气，双眼是深邃的黑色，身形与人类相似，却有着一对巨大的黑色翅膀。它飞到噬魂尊面前，单膝跪地：“属下墨渊，参见尊主。当年神国先祖将属下镇压于此，此仇不共戴天，属下定当助尊主将神国彻底毁灭。”噬魂尊看着墨渊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变得狂热：“墨渊，当年本座手下最强的魔魂将领，没想到你也还活着，有你在，本座如虎添翼。”他转身对着所有魔魂大声说道：“所有魔魂听令，立刻分散到6重天各地，搜捕所有幸存的修士，凡是反抗者，格杀勿论；凡是投降者，可饶其不死，但必须成为本座的奴隶。”遵命！数十万魔魂和魔修齐声呐喊，声音震彻云霄。随后，魔魂们如同黑色的潮水般从九幽渊涌出，朝着神都外扩散。有的魔魂飞向东部的山林，有的魔魂朝着西部的草原，还有的魔魂朝着南部的海洋。整个6重天瞬间被黑色的阴影笼罩。噬魂尊站在九幽渊边，看着远去的魔魂大军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祭祀宝典，眼中满是贪婪。祭祀宝典的力量可不止释放魔魂这么简单，等本座彻底掌控了6重天，再慢慢研究这宝典的秘密，到时候就算是更高维度的强者，本座也能一战。无双二老站在噬魂尊身后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脸上满是谄媚的笑容。尊主英明，有了这20万魔魂，还有数万魔修，6重天很快就会成为尊主的囊中之物，到时候尊主就是6重天唯一的主宰。噬魂尊没有说话，只是抬头望向天空。此时的天空已经被黑色的魔气染成了墨色，阳光再也无法穿透云层，整个6重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之中。而这黑暗的源头正是九幽渊，正是手握祭祀宝典的噬魂尊。远处，
躲在神都废墟中的修士看到这漫天的魔魂，眼中满是恐惧和绝望。他们知道，一场更加残酷的灾难已经降临到了六重天。陈平和吴昊望着完全黑暗的六重天，神色十分凝重。完了，六重天，完了！吴昊看着六重天黑色的魔气，眼中满是绝望，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，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。国主！陈平急忙扶住他，探了探他的气息，发现已经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。他心中一急，连忙从怀中掏出疗伤丹药，想要喂给吴昊，可指尖触到的却是空荡荡的药瓶。之前的混战中，丹药早就用完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陈平看着吴昊苍白的脸，心中焦急万分。就在这时，吴昊突然睁开眼睛，虚弱地抓住陈平的手。陈平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能救我。什么地方？你快说。陈平连忙问道。东边的云雾谷，那里有一处隐秘空间，就算魔修到了眼前也找不到。吴昊的声音断断续续，每说一个字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。空间里面有个药王宗，宗主是神国前御医，只有他能治好我的伤。陈平心中一喜，连忙扶起吴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云雾谷。他再次背起吴昊，朝着东边的云雾谷赶去。可此时数十名魔修突然出现，看到陈平和吴昊之后，顿时兴奋起来。